大家好，我是魏志超，又见面了。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意志力的经济学解释这是我最近读书看到的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意志力总是不够用这件事情居然是跟经济学里的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有关的。为什么意志力总是不够用呢？如果是干体力活没有办法持续太久那很好解释肌肉用久了会消耗太多能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储备是有限的嘛，那么超过限度呢，身体就会发出疲劳信号让我们停下来。但是为什么干脑力活也很难坚持呢？这是比较难解释的。看书、读报告、写文章、做算术题人明明是坐着一动不动那为什么干不了多久也会觉得很累，坚持不下去呢？难道动脑筋跟搬砖一样耗能吗？那过去最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说，没准就还真是这样的，干脑力活也是非常耗能的。这个说法呢，是大畅销书《意志力》那本书的作者，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鲍麦斯特提出来的。鲍麦斯特推测脑力活动会大量消耗身体里面最主要的那种能量分子，就是葡萄糖。他就找来一些人分成两组都做那种非常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但是呢，其中一组能够喝葡萄糖来补充体力，另外一组不能。结果果然就是有糖水喝的那一组能够坚持得更久。那乍一看这种解释还是挺有道理的，但其实呢，它有很多的硬伤比如说科学家后来就发现困难的脑力劳动其实并不比简单的脑力劳动消耗更多的葡萄糖。我们的大脑呢，总体上的确是一个耗能大户但是它并不是在进行脑力工作的时候特别耗能的。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漏洞那就是运动会非常消耗葡萄糖，但是呢，运动往往会让之后的脑力活动表现得更好，会让人们坚持得更久，而不是坚持的时间更短。那如果脑力活动中消耗掉的这种意志力不是跟葡萄糖挂钩的，那它又是跟什么东西挂钩的呢？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罗伯特·库尔兹班他提出一种假说很有意思他认为跟意志力挂钩的是做这件事情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呢是经济学里的一个概念它的意思就是你为了做手头这件事放弃掉的其他事情值多少钱。比如说你吃一顿饭花了20块钱，但是如果为了吃这顿饭你放弃掉了一笔200万的生意，那这顿饭的机会成本就是200万。按照库尔兹班这位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的大脑其实是一直在默默地衡量做手头这件事情的机会成本有多大的为了做这件事情我放弃掉了什么，这么做到底划不划算。比如今天这一整天我可以选择连构思带制作搞出一期新节目来不然呢，我也可以选择玩一天，刷剧看片打游戏。那么刷剧看片打游戏带来的快感就是我做这期节目的机会成本。那么如果我预期这期节目要爆有100万人看1万个人点赞它会带给我巨大的成就感，那它就显得非常划算放弃掉的那点机会成本就根本不值一提。于是呢，我做一整天片子可能都不带停的，意志力会显得特别的充沛。但是反过来，如果我预期这期节目很冷门只有100个人看10个人点赞，那对比之下这件事情的机会成本就显得很高了。我为什么要放弃看片打游戏的巨大快乐来苦哈哈的剪片子呢？很不划算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意志力就会显得特别的薄弱可能剪片子3-5分钟就要摸一下鱼不然就坚持不下去。这个机会成本的观点可以解释很多跟意志力有关的现象比如说那些难度比较高的脑力劳动比简单的脑力劳动更难坚持不是因为那些困难的脑力劳动更耗能，而是因为做它们太痛苦了。那这样一来呢，跟其他更加愉快的那些选择一比较机会成本就显得特别高。喝葡萄糖之所以能够让我们在脑力工作的时候坚持得更久，也不是因为它们补充了能量，而是因为甜的东西会大大的刺激我们大脑里的奖赏回路说白了就是会让我们非常的快乐，是这种快乐的感觉压低了做这件事情的机会成本。再比如说一件事情持续的越久就越难坚持，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做久了之后你的能量耗尽了，而是因为卷入的时间越久呢，你就越能够感知到有更多的事情被耽搁了。也就是说，做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会随着卷入的时间而飙升的。那总之呢，按照机会成本这种解释我们做脑力活时感觉很累其实并不是大脑告诉你你累了，而是大脑想告诉你还有其他更加值得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最早呢，意志力是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品质问题
后来呢，它又被认为是一种生理问题因为要消耗能量嘛。但如果这个机会成本的解释是对的，那么意志力其实是一个认知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它与生理状况其实关系不大，而与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不是有价值关系很大这是一种认知这个观点呢，也很完美的解释了一些我自己的日常观察不知道这个观察对不对我发现很有意志力的要么是一些有点轴的人就是看起来可能有点憨憨的不会去想太多捡起一件活来就埋头把它给做完了。要么呢，就是那种特别聪明的，聪明到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通透的那种人。他们认准了一件事情之后，也会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而最容易三心二意的是夹在中间的，是那种头脑灵活，知道不少事情，但又没有彻底把一些事情想清楚的人。那这些人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不就差别在他们对于机会成本的认知吗？要么是看不见其他选项，那么手头这件事情的机会成本就非常的低不知道有啥可以放弃的嘛。要么呢是明明看见了其他选项，但心里门清，知道其他选项的价值其实都不大。很多厉害的人都能够看清一件事情，那就是人生绝大部分像点样的成就都是靠厚积薄发的，都是长期坚持的结果。所以呢，长期坚持做一件对的事情，其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么其他的选项再多，机会成本其实都非常低。但是有些人呢，他们看到了很多其他的选项，却看不破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点。那么坚持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在他们眼里不就变得非常大了吗？那你说意志力是不是一个认知问题？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用机会成本来解释意志力这个观点呢，我是在著名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的《苦难的意义》这本书里读到的，一本被烂译名毁掉的好书应该是翻译成甜蜜的痛苦它是讲为什么有些痛苦本身就是快乐的。我是魏志超，我会在这个频道里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看到读到的各种心理学知识以及其他一些有趣好玩的知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你帮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也请你关注这个频道，这对我非常重要。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